上街抗议的英港人面临抉择问题，是继续留在英国还是回流香港？前两天咱们刚聊过了啊，就是那帮英港人啊，在这个伦敦街头是大显身手啊，举着牌子抗议英国政府的 BNO 新政策。当时看到那个画面啊，我还以为我穿越到了2019年的香港街头了呢。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还是那帮似曾相识的面孔。可是您猜怎么着？这帮人呢，本来以为是到了民主老家，嗓门大就能有糖吃，结果这回啊，大英帝国给他喂的不是糖，是断肠散呀。今天啊，咱们就聊聊这群抗议的英港人新政策下的尴尬处境。这最讽刺是什么呢？就是这帮人呢，一边在街头喊着英国政府背信弃义，另外一边啊，背地里啊早就开始偷偷摸摸的搜机票，打听香港现在的就业行情了。那以前呢是润的头都不回，现在啊是回的心急如焚呀。为什么这么急啊？因为英国政府啊把这把杀猪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他们发现啊，如果不赶紧撤，这辈子可能真的就得在英国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了。这英国政府啊直接甩出一张纸，名义上叫什么移民政策咨询文件，听着还是挺客气是吧？咨询嘛，好像是在跟你商量。各位千万别被这个文绉绉的词给忽悠了啊！这哪是商量啊？这分明就是单方面撕毁合同，这叫卸磨杀驴。还记得当初那个 BNO 5+1计划吧？那是吹得天花乱坠啊！说只要你有那本 BNO 护照，来吧，大英帝国欢迎你，住满5年给永居，再加1年入籍。那好多港人听了啊，那是热血沸腾啊！哎，觉得这是拿到了通往天堂的门票啊！结果呢，这才几年，这2025年还没过完呢，英国政府就变脸了。哎，这一变脸啊不要紧啊，直接把几万英港人给干懵了。那以前来了就是英国人，现在是没钱没本事啊，你就是英国的肥料。这场突变呢，那是真让那帮人陷入了绝境。哎，是继续在那边当政治提款机，被人像榨汁一样榨干，还是说灰头土脸的回香港？这滋味啊，比喝了过期的凉茶还苦啊！那为了方便新来的朋友，咱先回顾一下这个新政到底有多损啊。首先，英语要求以前呢是 B1， 那啥叫 B1 啊？就是说你去这个超市买个菜，见人会说个 Hello, how are you？ 基本上就是能混过去了。好家伙，现在直接给你拉到 B2， 各位可能对 B2 没啥概念，咱们换算成这个雅思，那就是6到6.5分。我跟你说啊，咱们国内大学生考这个4、6级都费劲啊！哎，你让那帮40、50岁半辈子都在这个茶餐厅切烧腊，或者说在这个写字楼里填表格的香港中年人去考雅思6.5，这不是要了亲命了吗？这就好比让赵本山去唱意大利歌剧，还得唱出伦敦腔。那很多英港人看到这一条，当场就崩溃了呀。有人在这个网上哭诉啊，哎，我连这个广东话我都说不利索啊，你让我跟考官聊哲学？而且咱还得知道，这不仅仅是考试的问题，是钱的问题。那现在英国是啥物价呢？那个通胀率是高的吓人呀！你想报个雅思补习班？对不起哦，那个学费贵的哦，让你怀疑人生。很多家庭哦，现在连电费都交不起啊，哪还有闲钱去学英语啊？这不就是变相的逼人走吗？再看个更损的，年收入门槛设定在12570英镑，那折合成港币啊，大概是12万。有人可能要说了啊，哎，这也不高啊，一年12万港币，一个月才1万。嘿，您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得看那边干啥呀？那在那边，现在连洗盘子的活都得抢啊。很多港人过去啊，根本找不到正经工作，只能打零工。这一年12万多英镑看似是不高，但是在一个经济衰退、满大街都是失业者的国家，这就是一道生死线。哎，你要是达不到，对不起，永居没戏。更绝的是时间啊！以前呢说熬5年就能拿身份，现在呢基准年限延长至10年。10年啊，人生有几个10年啊？哎，这就像是你追一个姑娘，本来商量好是5年结婚，结果到了第5年，人家告诉你，哎呀，考察期延长了，再谈5年，这不就是耍流氓吗？而且啊，这还是针对普通人的。你要是那种低技能劳动者，比如说在那边是干体力活的，不好意思，15年。
那你要是之前有点啥非法滞留记录的，30年，30年，哎，等到那个时候，黄花菜都凉了呀。咱别光说数据，咱得说点真事啊，给大伙听听这帮人过得有多惨呀。有个香港的老师，在香港那会儿啊，那是中产阶级，年薪是6万英镑，那大概是60万港币，这日子过得是挺滋润的，有房有车。但是脑子一热，信了英国的鬼话，带着老婆孩子润过去了。哎，结果呢，到了这个英国，发现自己的教师资格证啊，人家根本不认，这英语也没那么溜，想找个体面工作吧，没门儿。最后咋样呢？只能去干体力活，年薪从6万跌到了2.1万，这个收入在伦敦那种地方，那是赤贫线啊。最荒诞的是什么？就是这位钱老师现在每天啊得去这个政府的食品救济站排队领面包，靠救济度日啊。结果这个新政一下来啊，这英国政府啊还要他证明对英国经济有贡献。这个老师啊，估计心里啊有1万只羊驼奔腾而过啊！哎，我都穷的吃救济粮了呀，我还得证明我有贡献。那我最大的贡献就是还没有饿死在街头给你们添麻烦，这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啊！英国政府现在的逻辑就是，你有钱你是爷，你没钱你是渣。看那个高收入群体的政策啊，年薪超过12.5万英镑的，3年就能拿永居。看见没？这个嘴脸露出来了吧？那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人权啊，什么道义啊，就是为了钱。你兜里面有钱，这大英帝国大门呢就为你敞开。那你兜里面要是没钱啊，想靠熬时间换身份啊，做梦去吧！这帮移民港人现在才明白啊，什么叫釜底抽薪。以前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是晒这个蓝天白云，现在在社交媒体上晒电费单子，哭爹喊娘啊！这据调查，超过30%的移民港人英语根本就达不到 B2， 这下好了啊，进退两难。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必须得聊聊这批人里头最特殊的一群，就是那帮2019年闹得最欢的黄丝。当初在这个香港街头啊，这帮人那是何等的威风啊，是高呼口号，打砸烧抢，那觉得自己就是个民主斗士啊，觉得英国呢是他们的精神慈父。哎，结果呢，现在到了慈父家里啊，慈父直接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帮人啊，现在沦为了彻彻底底的政治耗材。啥叫耗材呢？就是用完了就扔的垃圾。就那个乱港分子钟汉林，大家都知道吧？最近在这个英国的抗议现场，哀叹说按这个新政，自己得等个40年才能入籍。40年啊！网友们嘴多损啊，直接就嘲讽他。哥们儿啊，等5年都嫌长，你还要等个40年？哎，要不你还是回这个香港自首吧，在赤柱监狱里蹲几年，出来还是条好汉，起码这个监狱里管饭啊，不用交电费啊。这最讽刺是什么？那这帮人以前在香港啊，那都是动不动就游行示威告政府啊，现在在这个英国被欺负成这样，他们敢吗？嘿，他们可是真不敢啊！有人扬言要告这个英国政府啊，但是仔细一想，这就是个坑。哎，你打官司吧，起诉人还没有排完队呢，这政府啊就以不符合定居资格给你拒了。那上街游行吧，更不敢，因为一旦上街被抓，那有了逮捕记录啊，你的移民申请直接作废，这就叫作茧自缚啊！英国政府这招太高了啊！哎，你不是喜欢闹吗？我给你设个套，只要敢闹，我就让你永远拿不到身份。于是，这帮平时在香港说话最大声的人，现在在英国变成了哑巴。那每天呢，还得对着这个英国政府啊感恩戴德呀，生怕惹恼了杨大人呀。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其实吧，把这些事儿串起来哦，你就能看透这个英国人的本质。这帮盎格鲁撒克逊人啊，这个玩心眼那是祖师爷级别的，这一切啊都是赤裸裸的算计。当初为什么搞这个 BNO 计划？那真的是心疼港人吗？别逗了，那是看上了港人带过去的钱。那个时候这个英国脱欧，经济不行，急需补血，这个港人就卖这个香港的房子啊，带着几百万、几千万的现金过去啊，那是给英国送温暖去了。现在呢，哎，这个钱也花的差不多了，英国经济呢还是那个死样。数据显示，英国财政赤字1500多亿英镑，每个英国人身上背着2万多港币的债，
这政府没钱了，要填窟窿，怎么办呢？削减福利。那谁的福利最好削减啊？移民啊！在英国政府眼里啊，这些移英港人呢，就是可榨取的最后一滴油水。哎，先把你的积蓄给榨干，让你买房、租房、消费。等你把这个钱都花光了，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再是个高门槛给你给踢出去，或者说让你当一辈子的廉价劳动力。这就是现实版的吸血鬼日记。那面对这种行径，那些曾经信誓旦旦说宁做英国狗不做中国人的家伙，现在估计这个肠子都悔青了。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打击啊，更是精神上的侮辱。他们被他们心心念念的民主国家当成了擦脚布，用完就扔。现在呢，移英港人圈子里这个回流潮呢，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是正在发生的大逃亡。那有个港人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发长文，分析了3大顶不住。这第一是香港那边的房贷还没还清啊，银行在催债啊。这第二呢，贷过去的积蓄花光了，底裤都要输没了。还有这第三，英国这边的收入低得可怜根本就养不活一家老小。他直言不讳好多人都顶不住了，花了那么多的钱过来，结果呢还得灰溜溜的回香港。但是各位，这就到了最扎心的地方了。哎，你想回就能回得去吗？据这个数据说，还有40%人在那死撑着不肯回。为什么呢？一是面子，你说当初走的那么决绝，把这个话说的那么满，现在呢灰头土脸的回去，哎，怎么面对这个亲戚朋友啊？怎么面对当年的街坊邻居？第二呢是能力，你在这个英国端了几年盘子，送了几年外卖，那你的专业技能早都废了呀。那现在的香港是什么样？那是深度嵌入大湾区科创链条的，人工智能、半导体、金融科技那是日新月异啊。哎，你一个在这个英国混了好几年底层的人，你回来能干啥呢？你的技能包早都过期了呀，更别提那些有政治污点的人，雇主背调一查，谁还敢用你啊？所以这帮人现在是英国留不下，香港回不去，这就是真正的无间道，悬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们曾经以为 BNO 是免死金牌，现在才发现那是英国政府给他们戴上的紧箍咒。念不念咒语呢，全看英国的心情。最后呢，咱们送这帮人一句话路呢是自己选的，跪着也得走完。当初你们嫌弃祖国，要去投奔自由，现在自由的代价来了，那就好好受着吧。看着咱们大湾区蒸蒸日上，看着咱们国家越来越强，再看看他们在寒风中排队领救济粮的身影这不仅是个笑话更是个警钟。他告诉咱们只有自己的国家才会真正的把你当人看，别人的国家永远只当你是一盘菜。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